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产后为何总演女一号？看到生图，34岁的她原来现实中常这样。85后花旦当妈后的资源逐渐拉开了差距。当刘诗诗还在被粉丝催着进剧组的时候，赵丽颖已经带来了有匪谁是凶手2部作品，待播的还有幸福到万家跟野蛮生长。34岁的赵丽颖从电视剧花千骨之后便一直红红火火，人气居高不下。演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之后，她便因为怀孕暂时离开了娱乐圈。但复出后的赵丽颖马不停蹄，一部作品接着一部，而且演的还都是女一号。如今野蛮生长已经杀青，杀青宴上，赵丽颖穿搭卡其色的大衣，戴着帽子，脸蛋也比以前胖了一圈，笑容满面的她似乎状态还不错，看得粉丝们也都忍不住期待着她这部作品的上线，毕竟这是她生完孩子后又一部女一号作品。赵丽颖在娱乐圈蛰伏了将近10年，别的小花出道就是女主，她却硬生生跑了10年的龙套，才成就了如今的地位。其实从追鱼传奇开始，赵丽颖就已经开始当女主了。陆贞传奇、花千骨、姗姗来了、楚乔传妻子的秘密、蜀山战记等等，再到现产后复出时拍摄的有匪谁是凶手、幸福到万家、野蛮生长这几部作品，赵丽颖都是稳妥妥的女一号的。那么为何别人生完孩子后资源下降，而赵丽颖却总是能演女一号？或许是因为她的状态一直都在线吧。看看生图，34岁的她现实中原来长这样。赵丽颖当妈后，成功从甜妹子蜕变成了女人味十足的大美人。还记得她穿着水蓝色的露腰裙子出现在活动现场时候的生图，简直又美有飒，走路都带风的气场，完全符合大众心中对女明星的定义。线下被抓拍的赵丽颖，身材比例完美不说，也看不出一点当妈人的模样。生孩子这件事情似乎在她的身上就没有发生过。生图镜头没有美颜跟滤镜效果，赵丽颖34岁的状态也被显露无遗。精致立体的五官，身材纤瘦单薄，女神气质十足，跟素人的区别也很显然。再看看赵丽颖参加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被路人围观时的生图，侧颜下的五官也是绝子，白皙的皮肤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更加衬托出了她的年轻感。光是站在那儿都美得过分。还有参加中餐厅录制时候被网友抓拍到时候的状态，身材匀称，打扮小清新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年轻的漂亮小姑娘，哪里看得出来，当时的赵丽颖像是生完孩子不久。其实赵丽颖的长相算不上惊艳，可是却有亲和力，甜美形象很讨观众的喜欢。天生一张娃娃脸，让她看着比别的85后花旦要年轻有少女感，所以生完孩子后的她状态也恢复得很快，脸上的年轻感也依然藏不住，轻轻松松就能诠释出一个年轻角色的味道。不管是有匪中的少女周匪，还是谁是凶手中的女主，赵丽颖都能驾驭。而幸福到万家野蛮生长，则是赵丽颖颠覆以往角色的尝试。仔细看来，赵丽颖产后的状态可盐可甜，可甜美可少女，可女人可成熟。也就是说，她产后能够一直当女一号，跟她的状态是离不开的。赵丽颖大多数作品的口碑都不说，这也很容易让大家忽略掉她颜值上的优势。如今看到她的生图，才忍不住感慨，34岁的她原来生图下是这样子的，难怪这女一号的作品还能一部角色一部。从龙套到顶流，从女配到女主，赵丽颖的优秀一如既往，希望在未来她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，带来更多精彩的女主戏。冯绍峰与赵丽颖是模范前夫前妻，打了一些离异夫妻的脸。点击关注，每天都有名人故事感动您。2022年3月17日，35集都是情感剧新居在东方，浙江卫视及爱奇艺同步热播，引发观众追剧和热议。
当红男星冯绍峰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施源，聚焦了观众和传媒的目光。冯绍峰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，佳作众多，主要有《黄金时代》《宫锁心玉》《狼图腾》《兰陵王》《鸿门宴传奇》《知否知否》《应是绿肥红瘦》等，荣获过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等殊荣。2018年，冯绍峰与当红女星赵丽颖结婚，次年两人的儿子降生。然而2021年4月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却离婚了。不同于有的离异夫妻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分手后没有互撕，为了儿子，两人像朋友、像亲人一样相处。这对模范前夫前妻打了一些离异夫妻的脸。01，在新居中，冯绍峰饰演的施源父母都是知青。早年施源家境相当优越，后没落了。施源多才多艺，很有教养，与童瑶饰演的顾青瑜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。后来因时局变迁，施源跟着父母远赴新疆。临行前，他向顾青瑜表达了朦胧的恋情。然而在新疆，施源高考失利后成了一名导游。多年后，他跟随父母回到上海，一家三口蜗居在逼仄的弄堂里。为了改变家庭处境和自身命运，施源将家里不多的积蓄拿出来炒股，还向亲友借钱炒股，结果背上巨额债务，生活一地鸡毛。施源最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走向？他与顾青瑜能重拾爱情，走进婚姻吗？一个个疑团，等待后续剧情给出答案。冯绍峰自从出道以来，网上一直传说他父亲是纺织大王，身价逾10亿，他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冯绍峰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也许他出于低调，也许是网上的说法有误。但不管冯绍峰的出身如何，都不能掩盖他的好人品。冯绍峰1978年出生于上海市，父亲经商，母亲在机关上班。因为长相出众，冯绍峰幸运地进入机关幼儿园。这所幼儿园都是教职工的孩子，外面的孩子很难进去。而机关幼儿园离冯绍峰母亲的单位很近，冯妈妈上班下班可以顺便接送儿子。小时候的冯绍峰是一名翩翩美少年，而且还很有文艺天赋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他学过小提琴，去少年宫参加话剧培训班，还热衷于演讲比赛。1996年，冯绍峰从上海卫昱中学高中毕业，因为成绩优异，他没有参加高考，直接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。冯绍峰的家离上戏比较近，大学期间他一直住在家里，下了课也很少待在学校里，一放学他就骑摩托车回家。因为师哥喜欢找低年级的学弟开会训话，给他们立规矩。内向的冯绍峰羞于在人多的地方说话，便选择了回家逃避。大3时，同学们开始四处跑组建系，结交圈内有分量的人。冯绍峰内向儒雅，从没主动给谁打过电话，依然按部就班的上课、回家。2000年大学毕业，冯绍峰从上海来到北京发展。作为圈内的新人，他毕业即失业。当时没有人找他拍戏，他也不会主动推销自己，最多在网上发简历。有导演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冯绍峰就去试戏，没人找他，他就待在出租屋里。演员看起来高大上，其实竞争异常残酷，时时刻刻都处在被选择的境地。有的演员30多岁就开始焦虑失眠，更多的演员在一部戏快要杀青时就纠结焦虑，因为不知道下一部的戏约在哪里。很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新人，因没有戏拍选择了改行，从事与表演不相关的工作。熬了2年，冯绍峰依然在低谷中徘徊。妈妈找他谈了一次话，问他将来的打算。其实冯绍峰可以选择跟随父亲经商，可他觉得学了4年表演，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，便选择咬牙坚持。母亲知道冯绍峰自尊心很强，过一段时间就给儿子银行卡上打一笔钱，并编制种种借口不伤儿子的自尊。每次花妈妈打过来的钱，
冯绍峰心里都会别有滋味。身高1.78米的冯绍峰玉树临风，长相帅气，个人条件相当出众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冯绍峰说自己一直熬了10年，事业才出现曙光。漫长的10年里，他内心有过很多次挣扎，但终究还是坚持下来了。他庆幸自己能够坚持到今天。说这话时，冯绍峰眼里分明有泪光。直到2011年，冯绍峰主演宫锁心玉红门宴传奇命运交响曲等4部热播影视剧，他才开始被人熟知，在演艺圈有了存在感。借着积聚的人气，2012年除夕之夜，冯绍峰还登上了央视春晚，表演开场歌舞东西南北大拜年。紧接着，冯绍峰又登上央视元宵晚会，独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此后几年里，冯绍峰更是佳作跌现，先后主演了2次曝光画皮、二兰灵王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后会、吴七黄金时代西游记之3打白骨精狼图腾等一系列影视佳作，成长为大红大紫的一线男星。他因为在狼图腾中的精彩出演，荣获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。在亚洲演艺名人满意度调查中，冯绍峰排名第3。他还登上了中国福布斯名人榜，位列第41位。原来只要有演技、有实力，耐得住寂寞，低调内向，不争不抢也会有春天。03，这一系列辉煌背后，隐藏着冯绍峰经历的坎坷和痛。2013年拍摄电视剧《兰陵王》时，冯绍峰被马踩断1根脚趾，疼得他几乎晕厥。他只在医院住了几天，伤势稍有好转就重回剧照拍戏。2015年，冯绍峰接拍影片《狼图腾》，为了体验生活，他进入北。刚进狼圈，他特别害怕，全身颤抖。时间一长，狼慢慢围着他，舔他的脚，闻他的味道。冯绍峰能够与狼和平相处了。拍蚊灾的戏时，蚊子密密麻麻在冯绍峰头顶飞来飞去，让他几乎得了恐惧症。结果他身上被叮的全是包。人红是非多。2016年，有人在网上发文说冯绍峰谈了6次恋爱，交了6个女友。冯绍峰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被交了这么多女朋友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冯绍峰只承认自己有过一段失败恋情，他的前女友是当红女星倪妮。至于其他绯闻女友，没有得到冯绍峰的认可。2012年，冯绍峰与倪妮确定恋爱关系，2015年两人分手。有媒体和网友探听冯绍峰与倪妮分手的原因，没有得到他的正面回应。演员的情感变数大，分分合合很正常。有时分手的原因很复杂，有时又很简单，让人捉摸不透。2016年，冯绍峰已经38岁了，婚恋迫在眉睫。母亲疯狂催过婚，但冯绍峰一直没能遇到一个让他下决心结婚的异性。直到当红女星赵丽颖的出现，冯绍峰漂泊的感情才靠岸。赵丽颖1987年出生于河北廊坊，比冯绍峰小9岁，颜值和知名度都不输冯绍峰。两人于2016年拍摄《西游记》女儿国时因戏生情，当时很多媒体用金童玉女、郎才女貌等美好字眼形容他们，觉得两人是天造的设的一对。这时赵丽颖29岁了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正处于婚恋的黄金年龄，父母也没少催婚，赵丽颖也觉得该找一个人结婚了。刚好冯绍峰出现了，这个男人又是那么优秀，赵丽颖想，就是他吧。2018年10月16日是赵丽颖31岁生日。就在这天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在上海领取了结婚证，他将结婚证书作为最隆重的礼物送给赵丽颖。40岁的冯绍峰走进婚姻，无论是心理、事业还是经济条件，都处于最好的阶段。按理说，这样一段婚姻应该天长地久。然而，2019年3月8日赵丽颖诞下儿子后，媒体就传出了两人的负面新闻。2021年4月，媒体更是爆出了冯绍峰与赵丽颖离婚的消息，网友一片哗然。
两人为什么会离婚？很多网友凭自己的猜测和分析，给出了种种原因。有的说，赵丽颖嫁入豪门后遭遇水土不服，冯绍峰和公婆希望她吸引回归家庭，导致两人分道扬镳。面对外界沸沸扬扬的舆论，冯绍峰与赵丽颖从没正面回应，但冯绍峰在接受采访时否定了豪门水土不服这一说法。有的网友分析说，赵丽颖性格强势，冯绍峰与她性格不合，很多事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要婚姻，但要孩子，要自由。有的人结婚就是为了生个孩子，然后就离婚，这样自己既有感情寄托，又不影响自己与原生家庭的亲情。一些人猜测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就属于这种情况。难道冯绍峰真的只要孩子不要婚姻？从冯绍峰的人生轨迹来看，网友的这一猜测似乎站不住脚。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，就是冯绍峰与赵丽颖事业心都很强，都想做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。然而孩子生下来后，是需要有一个人妥协，为家庭做出牺牲的。两人在这个问题无法达成一致，矛盾由此而生。的确，儿子降生后，冯绍峰的戏约越来越多，先后主演了《山河月明检察风云》在一起创业时代、九州朱颜记、平凡英雄等影视剧。近些年，冯绍峰平均每年接拍2-3部影视剧，还要参加大量的综艺节目和社会活动，他自由支配的时间极其有限。而赵丽颖在做了妈妈后，戏约并不比冯绍峰少，相继主演了《你和我的亲情》《时光幸福到万家有匪理想照耀》《中国谁是凶手》等影视剧。他还给电视剧配音，参加多档综艺节目。如此一来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团聚的时间极其有限，聚少离多渐渐稀释了他们的感情。还有一个细节可以从侧面进行佐证，有一次，冯绍峰参加一档综艺节目，不小心报出了儿子的乳名。节目录制完毕，他赶紧给赵丽颖打电话，歉意地说出了这件事。工作人员在旁边听到了，说冯绍峰怕老婆。这一方面表明冯绍峰尊重赵丽颖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两人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存在分歧，缺乏心灵默契。05离婚后，因为有共同的儿子，冯绍峰与赵丽颖好聚好散。两人一同发表声明，表明他们会共同将儿子抚养大，余生像朋友像亲人一样相处。很多夫妻离婚后反目成仇，在网络上开撕，甚至对簿公堂。更有甚者，还将孩子作为利刃伤害对方，给孩子带来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。然而冯绍峰与赵丽颖没有说对方一句坏话，更没有诋毁对方。儿子跟着赵丽颖生活，赵丽颖没有割断儿子与冯绍峰的联系。冯绍峰什么时候想来看儿子都行，只要提前打个电话，家里人就会将儿子送到约定的地方。冯绍峰想将儿子接过去小住，赵丽颖也无条件支持。儿子刚刚3岁，还不明白父母离异意味着什么。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将离婚对儿子的伤害降到最低。遇到儿子的生日、节日，冯绍峰会给儿子买玩具，有时他还会请赵丽颖和儿子一起吃饭。两人虽然不是夫妻，但彼此谈工作、谈儿子，有说有笑。冯绍峰与赵丽颖良好的相处模式，打了一些反目成仇的离异夫妻的脸，媒体将他们誉为模范前夫前妻。细品名人点评：当下离婚率居高不下，一些夫妻离异后将对方恨得咬牙切齿，有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，甚至对簿公堂，全然不顾对孩子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。离婚见人品，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德性、涵养。冯绍峰与赵丽颖婚姻不在了，两人却成了朋友和亲人，联手将离婚对儿子的伤害降到最低。离婚了，冯绍峰的父爱没有缺席，体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担当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把握不住婚姻的走向，但可以做到一点，那就是离婚了，自己做父母的责任不能丢，
要对孩子更厚爱一层，让孩子在单亲家庭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冯绍峰与赵丽颖这对模范前夫前妻，是离异夫妻的一面镜子，打了一些反目成仇的离异夫妻的脸。